自从这个小区里面装了这个电梯以外这是在外面装的这个电梯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总共楼层是10层、11层的样子。然后呢，现在除了这个1楼、2楼人呢后悔了，楼上的人他也后悔了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跟大家好好来唠一唠吧。随着这2年呢，就是拆迁的房子是越来越少了，现在不是开始流行旧城改造吗？像这种老房子以前呢就没有那种电梯嘛，就不是很方便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很多随着老龄人口的加快嘛，那现在呢这种老房子的话，那上下楼不是很方便，现在就推出了一种加装电梯的一个扶持政策嘛，好像有相关部门会补贴吧。但是这边的加装电梯之后就是楼上的业主后悔了，楼下的业主也后悔了，他们各有各的一个小心思，跟大家说一下。为什么会都后悔了呢？本来加装电梯是一个好事情，一个是可以方便大家的出行。以前爬楼梯顶楼的人，比如说年纪大的人，腿脚不方便，很容易就比如说腿疼腰酸背痛的甚至呢都不愿意下楼了。有电梯之后就愿意下楼出去活动了。但是呢，随着这个电梯装好之后用了一段时间，这楼上的人后悔了，楼下人也后悔了。因为1楼、2楼、3楼基本上是不愿意加装这个电梯的，因为它不需要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电梯里面，除了3楼有那个门以外，2楼呢和1楼是没有这个开门的位置，从这里就能看得到这3楼的门。所以说这个电梯是观光电梯，虽然说是透明的，但是装的时候也有补贴，只花了差不多10万块钱吧，多一点点。但是后来呢，就是后悔了。主要后悔的原因在哪里呢？跟大家说一说吧。这个加装电梯比如说从4楼、5楼、6楼、7楼、8楼、9楼、10楼，越往高处呢，那个分摊的钱就越多。最高楼层的呢，就可能分到6万，下面呢可能就分2万，再1万、5000、5000这样的分，对不对？然后具体金额就不跟大家细说了。再看看旁边没有加装电梯的人了，说实话，不知道爬楼会不会比较累。如果说加装电梯效果好的话，应该这边都会加装，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旁边的楼房呢都没有加装，也可能是大家看得比较明白吧。首先加装电梯之后本来这个1楼最好的房子呢是最好卖的，2楼、3楼是最好卖的，但是加装电梯之后这个位置就会挡住采光了。本来你没有这个电梯的话，这边的光线呢是正好可以照到房间里面的，因为本来楼与楼之间呢就是说没有什么光线过来，缝隙不是很大，对不对？当你加装电梯之后这个电梯的一个位置就会把这个窗户给它盖住，那采光不好，肯定会影响以后房子的一个售价。本来是最值钱的1楼、2楼、3楼，现在反而变成了一个更不值钱的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1楼、2楼、3楼一个户主的一个痛苦的点。那再说楼上呢，这个加装电梯之后你看这楼上的住户更方便了，但是呢这个电梯的维护费用太高了，一个是电梯的一个电费，上下来运转的话，这个电费额外支出了，对不对？虽然自己的房子是更值钱了，但是呢这个电费确实是一笔生活开支，再加上呢本来就没有这笔额外支出的，突然这个电费就受不了了，而且这个电费呢也均摊不均匀，因此呢几个户主之间经常在纠结，经常在吵架。所以说这个电费是一个方面，再包括这个电梯装了之后以后呢，比如说每年要检修也要需要费用，万一这个电梯坏了，维修的费用可是很贵的。这个是电梯井，看到没有？整个电梯呢还是比较厉害的。然后大家看一看，这就是现在电梯呢在4楼的情况。还好这个电梯呢那个户外的人呢，就是说外面的人呢是不能随便坐的，因为里面是要刷卡的才能按楼层。所以说还是比较好的，这一点安全性得到保障了，大家呢也就是说不用担心问题，而且在楼梯这里已经装了防盗门，所以说不用担心外面人随便用电梯了。对此你们怎么看？